我被人挂在了表白墙，图文并茂，说我拜金，绿茶茶，点开评论，清一色。终于有人看出他的真面目了。我早就觉得他很茶了，可惜人家女神的舔狗众多，保护有君啊！各位，只有寥寥无几为我说话的舔狗女神，让我好好爱你行不？让我陪你一起过日子好不？别理这些人了，被一个人牵动着，情绪很烦，但也可以很甜。看到关于女神的消息，哪怕是不好的，我都开心。果不其然，也是平地高楼起，好多人在下面轮番骂醒他们。图片里有我从兰博基尼里下来的照片，有我上迈凯伦的照片，还有我接过爱马仕的照片，甚至连和几个舔狗的钓鱼式聊天都有。这么私密，这人哪儿弄来的？不过不得不说，我长得可真漂亮，这么天杀的拍摄角度都美的让人窒息。我得意洋洋地退出手机，却正好看到了微信弹窗18301迈凯伦，分手吧。这是我唯一一个承认的男朋友，竟然这么绝情，心里泛起了一丝说不出的酸涩，抓着皮包的手忍不住捏紧。当我抬起头来，发现路过的女生3个一群，2个一对的瞟着我窃私语的时候，我才突然意识到我的舔狗们塌房了，我完了。其他的狗就算了，迈凯伦是真爱，不行。我挺直脊背走到男生宿舍楼下，打电话给迈凯伦，接连被挂了3次，第4次才被接起。低沉又不悦的声音传来：有事说。是。下来，我在你宿舍楼下。滚。这个字一下子扎进我心里，比男生宿舍门口来来往往的男生些恶心、黏腻、戏弄的眼神还要令我难受。我缓了一口气，分手也要当面分吧，我会一直等的。电话里传来东西被砸的声音，一声怒气满满的操作为结尾，最后变为电流声。没等太久，迈凯伦就下来了，肩宽腿长腰窄，肤白貌美，长眸微微睨着，手抄在口袋里，看起来又冷又拽，当然还很火大，非要我当面甩你。他站定在我身前，声音冷冽，一点一点的委屈爬上心头。我企图抓住他的衣袖，被他一把甩开。我不想分，我对你是真的，吊人只是我的习惯，绿茶茶也只是我的本质，可喜欢你却是真心的。惨白的路灯将他照得近乎剔透，他深刻的目光在我身上转了一圈，然后嗤笑一声，薄唇轻启，一字一顿18301迈凯伦。我忍不住微微张开红唇。不是的，许泽渊，你听我解释，我当时钓你的时候还不喜欢你啊，我只是忘了改备注。许泽渊长眉一挑，将食指放在自己的薄唇上，做了个噤声的手势。快滚，别再来烦我。说完就转身离开，丢给我一个无情冷漠但偏偏清瘦迷人的背影。哎呀，江大校花，虽然我没有迈凯伦，但我有大众啊。你说你都这样了，3000块一晚跟我怎么样？一个满脸是坑的傻逼，调戏的打算拉我的手，引起了周围男生的哄笑和女生的鄙夷。我自认是一个非常自我，不在意他人看法的人，这一刻也突然意识到，名声和社会联系是这么重要。许泽渊的恶劣让我难受，旁人的鄙夷就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。往日堆在我脸上的假笑尽数消失，我抵抗着周身的冷意，从皮包里抓出一沓钞票砸在他脸上。滚，你配吗？虽然现在大家都喜欢网上支付，我还是习惯性放很多钱在包里，一方面是喜欢钱的手感，一方面是现金能给我一些说不出的安全感。扔完我就转身离开，却属实没有来的时候那么自信。回到寝室卸了妆，换上睡衣，刚准备爬上床的时候，舍友赵玉和张璇回来了，看我脸色那么差，不由得安慰道：江瑶，你没事吧？我们知道你不是那种人，你别难过了。我转过身子坐在床边看着他俩，老实说道：我是啊，我是那种人。看见他们吃瘪的表情，我心情好了起来。许泽渊还他妈不如我，2个舍友懂事，有真有假吧。我家有钱的很，没有装富二代。请你们出去喝酒吧，要不要？我突然不想睡觉了。失恋不该借酒消愁吗？有钱人喜欢钱，喜欢有钱人，不应该吗？难道我得做慈善？喜欢斯才叫女神。赵玉和张璇甜甜的笑了起来。好，和他俩一起出门的时候，我才发现别人对我的指点一并波及了我的舍友，难堪从心底蔓延开来。要不然你们没事的，走吧。赵玉撞了我一下，张璇也附和着笑。到了酒吧开了个卡，2个小姑娘眼神特别新鲜的四处打量着，我的手机却冒出了一条弹窗18500保时捷。姐姐，我在你后面。我掉头就看到周乙笑出2颗小虎牙，在暧昧的灯光里朝我招手。
我拿着酒杯摇摇朝他一晃，转过了身子。周乙只是一条鱼，连个名分也没有，他都没生气。许泽渊还有什么不满足的？凭什么把我甩了？2杯酒入肚，旁边突然多了个热源。我斜着眼睛一看，周乙撑着脑袋笑着看我。姐姐因为表白墙的事情难过了。行，好像喝多了，说话有点不利索了。我是心甘情愿当姐姐的鱼的。姐姐可别难过了。周乙笑的可以说是得意。也是，周乙有什么好生气的？他鱼塘多大，养的还都不只是看的鱼，基本都是会吃进嘴里满足需求，怎么可能在意当了我的鱼？我靠近酒杯，看着里头的蓝色液体，缓缓出声：过会我把礼物折成现金转账给你。你要干嘛？洗白啊，然后追许泽渊。好烦啊，谁让我喜欢他？看了一眼手表，发现时间不早了，我就喊着赵玉和张璇2人走，不管还愣在当场的周乙。一路上，我把包括周乙在内，许泽渊除外的7条鱼全部置顶，开始算自己收了多少礼物。毕竟女人用的东西还回去也没用，不如转账来的实在。我就纳闷了，别的女孩子收奶茶、收花，我收表、收包，不行吗？好吧，收奶茶、收花也是不对的。我给他们群发了消息，发现181兰博基尼把我拉黑了。我一下子脑子就清醒了，他好像叫贺州吧。许泽渊隔壁寝室的又是一个院的，会不会太过于生气？自己只是一条鱼，而许泽渊已经上位了，那我多给点钱。寻思着这个方法可行之后，我就不再管他，明天亲自上门会更有诚意。鱼就是鱼，脾气不大，来去自如，支付宝转账不用点就能收，也用不着推3阻4，给足了面子和诚意。我接连打钱过去，182.99，法拉利转账66666元，186.00，迈巴赫转账88888元，一直顺着往下翻，就剩一个贺州了。我特地换了一身短 T 长裤，戴了个鸭舌帽，看起来格外正经，而且良家妇女，这才出门往男生寝室走。在门口拦住一个戴眼镜的老实人，我问同学可以帮我喊一下207的贺州吗？我有事找他。老实人连连点头，而目睹这一幕的旁观者却丝毫不怕我听见的嘲笑我，说我名声败坏，被许泽渊甩了，现在又想回头找贺州，真当人家有钱人都是傻子吗？等等，难听得很。贺州还没来，许泽渊就出来了。他看见我那张浴室的脸，立刻冷了下来。不是说了让你别来烦我？难听、难堪、难受。我忍不住冷下脸色。我不是来找你的。就这么7个字，话一落地，面前这人脸色变得比我还冷且黑，怒气和烦躁肉眼可见的从那对勾人的眸子里爬出来。他薄唇紧抿，大步离去。我还盯着许泽渊的背影，面前就被黑影笼罩。贺州的声音很清润：有什么事吗？被贺州拉回神，我转过身，微微抬起下巴，从鸭舌帽檐下看他，白 T 黑裤白鞋，穿着极简，容色极艳。如果不是我，任何一个人站在他面前都要自惭形秽。我来还钱的，就那些礼物，还给你也没用，就折现吧。我伸手压了压帽檐，躲避他那双含情目。不用了。贺州没什么情绪的转身要进去，我一把抓住他的手腕。旁人不知道我们说了什么，只知道眼睛看到的事实是我纠缠不清。不要脸。贺州转过来，还没说话，我就继续道：总要还的。会有人说我，其实我不算特别在意他们说我，毕竟那会儿的羞恼难堪尽头过去了，人们总爱议论我，从前是羡，如今是厌，我不参与其中，说我什么也没差别。如今装可怜，当然是希望贺州能接受我的还债方式，总比让我一直欠着强。贺州低头看了一眼被我抓住的手腕，我也顺着他的视线一起看过去。他皮肤真的很白，我的手扣在上面，好像与他融为一体，本该就在那处烫手似的拿开。贺州才开口，现在知道怕了，温柔中带着些许嘲弄。这大概就是人们说的温柔刀，刀刀割人性命吧。我被刺到，反驳的话还没说出口，贺州就将我打断。钱对你来说算什么？这又不是钱货两讫的事，你还是欠着吧。贺州说完转身就往里走，把我留在原地，气得心里发呕。混蛋，欠你个屁！哎，要不要？我掐了一下手心往食堂走，回过神来，脾气下去，知道自己欠的债必须要还，不然许泽渊那个狗脾气肯定不会和我好的。想到谁就是谁。许泽渊大概刚吃完回来，捏着矿泉水瓶子慢悠悠地走，也不知道是看到了我，还是看到了垃圾桶。他可以说是暴力地将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里，哐当的声音响起。我瑟缩了一下抬头，和他对视，
撞进那双漆黑的波澜起伏的眼睛里。他有点内双，眼皮内敛，眼尾处才微微展开。如今低头看我，瞧着极度傲慢。贺州也不要你，什么叫也啊？怒气一下子冲到脑门，我真的恨不得撕烂他这张不会说话的嘴。你放屁！声音高了8度，气冲冲的与他错开，甚至忘了做这一切是因为喜欢他，想重新开始。等我反应过来再回头，发现连许泽渊的影子都没了，我不由又懊悔起来，还有点委屈，眼睛都有些发酸。说好了是绿茶茶，从小到大我都被他们这些人捧在手里，根本用不着发火。之前和许泽渊在一起的时候，我就知他是狗脾气，可他那个时候特别宠我，各种憋着忍着受着，现在就变了。男人的心真是6月的天，说变就变。纠结了很久，我点开微信打算发消息给许泽渊，看到那行18301麦凯伦的备注，脸有些热，改成了他的名字，才打字出去。我找贺州是为了把礼物的钱折现给他，他把我拉黑了。对面显示你还不是他的好友，请先发送好友验证请求，对方通过验证后才能聊天。他竟然把我删了，心里说不出是气闷还是别的什么。我又把备注改了回来，他就不配有名字，狗男人。吃完饭，我压着帽檐往回走，前面一排3个女生挡着小路，我索性跟在他们后面。听到了不是很想听到的事情，许泽渊终于跟那个绿茶分手了。圆圆，你快去追他呀！左边的女生拉着中间的女生起哄，那个圆圆极为羞涩地制止了他。3个人窃窃私语起来，倒也听不真切，挖我墙角，说我坏话。我实在不高兴再跟在他们后面，冷漠开口，让一下。3个人听见我的声音，下意识地让开，看见我的脸之后又面如菜色。我瞄了一眼圆圆，觉得有点印象。之前和许泽渊在一起的时候，这个女生的确找过他，虽然被他冷漠地拒绝了，但是我看她长得挺漂亮的，勉强记住了名字，好像叫江源。哪里来的自信？我和他分手，他就能上位了？笑话！我自己还要追呢，排队去吧。被许泽渊删除的怒气一下子变成了被侵犯领土的不爽。我急急忙忙回去，和赵玉借了手机，打电话过去给许泽渊。哪位？许泽渊懒洋洋的声音从手机里传过来，钻进耳骨，叫人头皮发麻。他不凶的时候是真撩人。江瑶，别挂。我一连串的话说得很快，生怕他听到我的声音就挂了电话又拉黑，毕竟他真做得出来。什么事？许泽渊声音变沉，我甚至都能想象出他不耐烦且皱眉的样子，心里泛起一丝酸涩，手忍不住抓紧了椅背。我缓了缓情绪，我找贺州是想把他送给我的礼物折现还给他，其他人的都还清了，你能不能原谅我一次？我真的喜欢你，想追你。电话那头是长久的沉默，我的心好像被抓住般极其紧张。他的呼吸微微变沉了一下，声音染上了惯常的调笑。你谁呀？你算什么？姐姐还是继续养鱼去，不要来烦我。说完就挂了电话，不带一丝犹豫。我连再拨过去，看看赵玉的号码是不是也被拉黑的打算都没有了。羞辱，难堪，更多的是后悔和难过，甚至忍不住捂着脸哭了起来。一开始没有声音，后来变成了哽咽，最后成了低呜。不是说好了喜欢我吗？我那么喜欢他，干嘛不能原谅我？我会改的，2个不多，3个不少，7个刚刚好。可是如果许泽渊介意，1个也能接受啊。而且我本来就只给了他名分，宿舍里只有赵玉。他吓得赶忙过来蹲着我腿边，拉着我的手安慰我。我透过模糊的视线看着他，不知道要和谁认错。我真的知道错了，就不能原谅我一次吗？赵玉连连拍我的手，不停地说能。看着他皱眉担心的样子，我忍不住低下了头。爸爸妈妈忙着工作，不管我，只给钱。我就是喜欢别人爱我，我会改的。我有一个许泽渊就好了，我真的会改的。大概难过很消耗体力，我最后失去了意识，迷迷糊糊地靠在椅子里睡着了。醒来的时候，发现身上被盖了一条毛毯，抬头和赵玉对视，就那么一笑，仿佛之前的脆弱都是梦境，谁也没提。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，我太可恨了，不想找同情。电话响了，接起来发现是贺州，他竟然没有拉黑我。我惊讶地叫出了他的名字，一阵颇带嘲讽的轻笑传来，似乎在内涵我连打个电话给他的意思都没有。我听得脸热的时候，他倒是开口了。数模比赛，你和我一组吧。我之前答应许泽渊了呀。我下意识地回他，贺州声音还是温温柔柔的，但总是这么磨着人难受。是吗？他还和你一组啊？我刚刚扫到他提交的名单，好像是你们书院那个姓郑的。心猛地坠落了一下，又慢悠悠地爬回原位，很不舒坦。
哦，那你找我干嘛？让我还债吗？和我一组委屈你了。还债？我实在想不通，贺州是怎么把温润如玉和阴阳怪气完美的融合在一起的。我知道了，你微信把我放出来，我把个人信息发给你。贺州那边挂了电话，我就缩在椅子上输入个人信息，脑子走了个神，忍不住骂了一句：许泽渊王八蛋！我好歹也是术院数一数二的吧，和他一组委屈他了。公私不分明的狗逼，还不如贺州有眼力劲儿。比赛那天，我来到了实验楼418室，进门的时候发现好些人都看了过来，但他们很快又收回了目光，没什么反应，唯独许泽渊薄唇微微抿着，颇有些不悦。我看了一眼，本来以为他找的是郑通，谁晓得是王子欣。走到贺州和另一个队友张瑞旁边，我坐下打开电脑。你不是说是郑通吗？我说的是郑什么？没看仔细，大概记错了。贺州目不斜视地看着电脑屏幕，荧光打在他脸上，显得温柔又漂亮。时间一到，贺州就把题目下载下来，走到隔壁417室打印了3份递给我们。实验室里有了小小的喧闹，大家开始讨论了起来，唯独我们这组特别安静，各看各的。你有思路吗？贺州微微靠了一些过来，打破了我们这里不太和睦的氛围。我点点头，有一点，我来试试建模吧。学姐真厉害。贺州轻声一笑，明明是戏弄，但他过分温和的样子会让人以为是夸赞。我不再理他，拿起笔开始画，顺便上网搜索。休息吗？2点了。贺州微微后靠，第一次出声。我抬头一看，实验室人走了不少。等会儿吧，快了。最后我把所有的东西都交给贺州的时候，已经是早上8点了，整个人困得眼皮子都打架，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，一下子就趴在了桌子上。我先睡了，空调温度低，贺州从身后拿出衣服披在我身上，我才发现他带了衣服来。你怎么还带外套？我身体虚。贺州修长的手指在桌面上敲击了一下，视线冰着我递给他的纸并没有移开。我勉强睁开一条缝，扫了一眼他清瘦的身形，嘟囔道：我看出来了。迷迷糊糊听见了他的轻笑。是吗？你以后会知道的。等我一觉睡醒，打开手机一看，已经是中午了，感觉浑身酸痛。我先回室洗个澡。贺州把一旁的盒饭推过来，先吃饭，还热。我接过打开，吃了一半，突然想起来，不能莫名其妙接受别人的好，于是开口：多少钱？贺州闻言长长的眼睛稍微眯了一下，扫了我一眼，看起来有些少见的傲慢。这几个钱，吃你的。这态度，我他妈以为他是许泽渊附体了，愣是没能开口说话。草草吃完，扔了垃圾我就往外走。大概是外面太阳太毒，实验楼楼道的百叶窗被关上，顶上悬着的灯光昏暗惨白，把周遭衬托得寂静可怖。明明是白天，我却有些虚，心慌不已地加快了步子，却听见了身后熟悉的脚步声。回头一看，是许泽渊。我下意识地顿住，许泽渊却大步将我掠过，继续朝前走。我盯着他的背影，我心里泛出些烦躁，还没想好怎么办。他倒是回头睨了我一眼，不跟上，还知道我胆小，还算是个人呢。不可能不喜欢我了，不然干嘛？管我！我动了动步子，跟在他身侧，就听见他嘲讽的语调：又要勾搭贺州了？不是你不和我一组吗？我心里有些憋火，不爽地盯着他。许泽渊的表情有一瞬间的怔愣，然后化为一种古怪的讽刺，后槽牙的微微咬紧，眯着眼骂了声操，附而又感叹真能耐，随后就不再跟我说话，留给了我一个背影。意识到大概是贺州的问题，我脑子转了起来，都不知道要害怕。这阴森的楼道了，匆匆往外走，阳光的暖意洒在身上的时候，我得出了一个结论：贺州想上位，许泽渊在吃醋。挺好，吃醋吧。贺州效率很高。我洗完澡化了妆回来，他的代码已经出去雏形了。张瑞也在认真地准备论文，帮着2个人处理一些细节。模比赛最后也算满意的落下了帷幕。整个实验室响起一片一片小小的喧哗，看起来热闹而又放松。我撑着桌子站起来准备走，却被贺州拉住。徐远航喊着大家出去放松一下。去 KTV 吗？连贺州都去，许泽渊怎么会不去？好呀，我几乎是没有犹豫的答应了。KTV 里灯光昏暗暧昧，我们这一桌9个人围着玩游戏、喝酒。贺州负责洗牌、发牌 ，A 和9接受5提出的惩罚，不想完成的那一位喝3杯威士忌。我盯着贺州修长的手指看，最后发现自己拿的是9的时候，忍不住凑近他质问：你是不是动手脚了？我看他刚刚洗牌的样子不对劲儿，但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。贺州听到这句话，抬手给我看了一眼手牌，是7，没有说话，没有反驳，
只用实际行动和我证明与他无关。抽到5的那位同学得意洋洋地翻出自己的牌，刚刚开始就坐在 A 的大腿上，喂他吃根巧克力棒，总不过分吧？许泽渊翻出了自己的那张牌，是 A。一阵喧闹在我翻出9的时候戛然而止。我和许泽渊的事，大家也算有所耳闻，还蛮尴尬的。抽到5的同学情商还挺高的，连忙打破尴尬，把气氛拉回来。哎呀，帅哥美女正好呀。其实我还挺乐意的呢，朝同学笑了笑，弯腰去够巧克力棒，走到许泽渊面前和他对视。许泽渊薄唇轻抿，浓稠的眸子里情绪翻涌，好像在质问我，是不是谁抽到 A 都行。我本来要搭在他肩膀上的手下意识收了回去，他想拒绝我，意识到之后，我将巧克力棒叼在嘴里，伸手拿酒，却和许泽渊的手撞到了一起，几乎是异口同声。我喝酒，捏着酒杯的手紧了紧，许泽渊却直接抽走，睨了我一眼，笑容有些讽刺。学姐坐回去吧，我替学姐喝，不知是气还是恼。我拿起一个空杯子，不能委屈你，我也喝一杯吧。顺手将捏在手中的酒扔到桌上，倒上一杯威士忌，一饮而尽。虽然有点不愉快，但气氛好歹在我和许泽渊都喝了酒之后达到高潮，越玩越嗨。我倒是再也没抽到过 A 和9，回味过来，分明就是贺州做了牌。他知道许泽渊的狗脾气一定会让我下不来台，所以故意为之。我眯着眼睛看了一眼身侧人模狗样的贺州，忍不住捏了捏手中的纸牌，查到他祖宗头上了。游戏又玩到了老套而永不过时的真心话大冒险，应该没有人不好奇我的表白墙事件，所以很快我就被问到了。表白墙说的是真的吗？半真半假吧，但是有钱人也是会生女孩的。我摊了摊手，毕竟从小缺爱不缺钱，他们说我骗钱，我还挺不能接受的。冷幽默带过了这个话题之后，看热闹看了好久，直到看到我的大冒险卡牌提示，亲吻左手边异性的喉结一下，我才愣住，盯着那张卡牌。我严重怀疑贺州又动手脚了，视线转向他的眼睛，那里头温温柔柔还略带笑意。贺州拿起酒杯，面露一丝为难和说不出的体贴，让学姐为难了，我来喝酒吧，不为难。我只是稀奇贺州是什么牌子的塑料袋，那么能装。我伸手按住他的手腕笑了一下，怎么能让你委屈呢？说完就低头靠了一下他的喉结，一触即分，抬头就撞进了他漆黑的眸子里，余光也扫到了他上下缓慢滚动了一下的凌厉而又性感的喉结，其轰声盖过了歌声。我收回按住他手腕的手坐了回去，借着仰头喝水的功夫，瞄了一眼许泽渊，他在看我，浓烈而漆黑，无论是情绪还是眸光，似乎已经忍耐到了极限，只需要一根稻草就能掀了这间屋子，把我拖出去弄死，或者把贺州打死，没有别的结果。忍不住翘了翘嘴角，活该。手机震动了起来，半夜2点多，我爸竟然打电话给我，连忙拿起手机走出包间接通。瑶瑶，你妈妈在你那边出差，生病进了医院，你去看看她吧。我听说妈妈生病，心里一紧，反应过来忍不住质问，她来我这儿多久了？电话那头是长久的沉默，明白她应该来了很久之后，我气笑了，来自己女儿上学的地方都不联系，也不看看，她那么忙，生病也在工作吧，我不适合打扰她。挂了。说完我就挂了电话，听着里头的电流声，沿着墙壁蹲下了身子，钱又花不完，为什么要这样？整理好心情推门进去，正好看见贺州在倒酒，他好像今天一直都没输过，也没喝过酒。我低头看了一眼手机，凌晨2点13分，连忙走过去按住他的手腕，我帮他喝吧。我拿过酒杯看向众人，哎呀，学姐是心疼周哥酒精过敏吗？没事，他轻微的，喝不死人的。对呀，学姐就让周哥喝嘛，好不容易让周哥输了，多难得。我身边的贺州抬起头来和我对视，眼睛微微弯起，怎么了？想你等会儿送我去医院一趟，我带你喝吧。好。我们声音很小，在旁人眼里成了窃窃私语。许泽渊将酒杯不轻不重地搁在桌面上，发出玻璃相撞的声响，所有人都看过去，才意识到这是怎么样的修罗场。他秀气的眉微微蹙着，长眸半挑，薄唇轻抿，脸色很差，看起来有些刻毒和嘲讽，压抑不住的怒气被所有人尽收眼底。他只是直勾勾地看着我，声音清冽，但是挑衅。学姐不会不知，倒带喝要双倍吧？贺州输了3杯呢。我抓起威士忌的瓶子看着他，好，我喝。许泽渊怔住，气氛瞬间被点燃，大家也顾不得这个狗脾气要砸，场子的怒气纷纷鼓掌叫好，没再看他，一杯一杯的倒酒。喝完6杯之后，胃里翻江倒海，恨不得现在就全吐了。我酒量不错，但也经不住喝得这么猛。
勉强朝贺州勾勾手指，踏下台阶，准备出来和大家道个别。谁晓得一步没踩稳，踉跄了。身后的贺州反应极快，伸手扶住了我。他冰凉的手贴在了我的腰侧，今天穿的短款上衣，腰在外面，肌肤相触。他手心的温度明明并不高，我却觉得腰侧像着了火，忍不住微微瑟缩了一下。贺州像是才反应过来似的，放在我腰上的手用力掐住，将我扶正才挪开。我们2个人刚站定，众人也意识到我们是要走，还没开口挽留，许泽渊就抓起桌上的一根香烟，朝贺州砸了过来，被贺州伸手挡掉。我偏过头看他，视线相撞，他眼睛里已经不仅仅只是怒气，还有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痛和嫉妒，语气极度恶劣，好像要将我生吞活剥一般。江瑶，你敢跟他走试试？解释的心一下子就淡了。我低头看了一眼被贺州挡掉的香烟，正想嘲讽，身侧的贺州却好像意料到似的，伸手推了推我的肩膀。他温柔不已地看着众人，声音轻慢而蛊惑：不好意思，我们有些私事要先走了，今晚我请客，大家好好玩吧。说完就推着我往门外走，把我和许泽渊之间差点爆发的争吵就这么轻描淡写的带过。麻烦你了，我请客吧，本来就是我的事。贺州刚刚推着拦着我的手从我的肩膀上拿开，眼皮子微微垂落，看着我显得漫不经心。没事，怎么说学姐也帮我喝了那么多酒呢，喝酒不是车费吗？我抬头看他，却见他听到这话笑弯了眼睛的模样。他生得有些女相的美，如今一笑显得极为蛊惑。正好走到前台，我没管贺州，走过去扫了码付了钱。他站在我后面勾了勾唇，那我等会儿告诉他们，让他们好好谢谢学姐。 KTV 就在学校附近，我们是走过来的。和贺州提了车，坐上去，我半仰着脑袋醒酒，就看到他修长的手捏着一瓶矿泉水递了过来。喝点水吧。我接过仰头就灌。他油门一踩，黑色的大牛就这么穿过黑夜，穿过寂静。你怎么了？到了半道上，等着红灯的时候，贺州闲聊似的开了口。我摇了摇头，没事，是我妈来出差，生病了去看看。贺州闻言长眉一挑，看了一眼导航，并未说话，只是没到医院就踩了刹车停了下来，看望伯母总得带点东西。拒绝的话又咽了回去。算了，成年人的礼节，找个机会请他吃顿饭吧。查了病房号，贺州和我进去就看到我妈还真捧着个电脑干活。伯母好。贺州将买的补品和水果放在一旁的桌子上，同他问了声好。我妈这才从电脑里抬起头，勉强笑了一下。谢谢。女强人当惯了，笑都不会笑。我刚想坐下来，她就把目光放在了我身上，有些严厉。大半夜一身酒气，干什么去了？我轻轻缓了一口气，刚结束数模比赛，和同学们一起去庆祝。比赛怎么样？还没出结果，大概是什么结果？自己心里没点数吗？他声音高了一点起来，真不像是生病的样子。我怎么知道？我正想出声，贺州却接过了话茬。伯母，我和学姐是一起组队的，应该还不错，不会辜负您的期望的。我妈听了脸色柔和了一点。你叫什么名字？贺州，祝贺的贺，九州的州。贺州说话慢悠悠，温柔又不卑不亢。他和贺州一来一去，比对我态度还好，我心里倒是松了口气，感到莫名轻松，不必面对，不必争吵。最后同贺州离开，我的神色才放松下来，忍不住调侃：你还挺厉害，我妈你都能聊得来。贺州伸手按了电梯，偏头看了我一眼，要看是对谁了。他没有笑，也没有其他情绪，仿佛是一句普通的聊天，却偏偏显得暧昧不明。我没出声。和贺州分开后，我就往女生宿舍走，万万没想到会被一只搅拌到。天还没亮，哪个天杀的站在角落里伸着一条腿啊？我准备接受自己跪在地上，膝盖磕破的惨烈下场，却被一把捞了回去。抬头一看，是许泽渊，他一手掐着我的腰，一手按着我的肩膀，将我抵在墙上。借着不远处微弱的路灯灯光，可以看见他垂落的长睫下一片青黑，整个人看起来既慵懒又戾气横生。许泽渊靠近我的颈侧，温热的呼吸全部洒在上面，暧昧又炽热，我忍不住缩了起来，脸恰好和他的脸撞在了一起。消毒水，去医院了。许泽渊的声音难得软了下来，像松了口气似的。这个态度叫我以为还是和他在一起的时候，被他的温柔冲昏了头脑。我一下子忘了他这些天的臭脸色和狗脾气，半带撒娇的解释起来：我妈来这出差，生病住院，晚上打不到车，才喊贺州的。许泽渊以前很吃这套，现在也一点没变，长眉挑起来，看着傲慢又勾人，按着我肩膀的手松开，掐着我的耳垂，颇有些漫不经心。
还藏着些许狠戾，还知道回来。看他这模样，我就忍不住想笑，心里软了一块。又想起这人在 KTV 扔香烟，恨不得把我生吞活剥的样子，不由挑衅。那要是没回来呢？弄死你！许泽渊掐着我耳垂的手微微使力，将我整个人带得撞进他怀里。他说的这么认真，我真的一点儿也不敢怀疑，不敢再挑衅他。我伸手拉住他短袖下摆，那我回来了，有奖励吗？许泽渊听了轻笑了一声，声音钻进我的耳骨里震荡，叫人头皮发麻。他松开我，拍了拍我的肩膀，回去睡觉吧，奖励我回去睡觉。我瞬间气笑，扫了他一眼，扭头就走。你就做吧。许泽渊大概是被刺激的狠了，我趁热打铁重新加了他微信，他果然同意了。我还没说话，这人就发来了消息，页面截图，看看备注。我本来是准备备注名字的，这下子直接备注成了老公发了过去。那边沉默很久，发来了一条语音，慵懒而蛊惑。尽管是在嘲讽我，却被我听出了笑意和宠溺。要点脸，忍不住又听了2遍，脸都烧红了。他怎么这么撩啊？我好喜欢。许泽渊要去杭州参加 ACM 比赛，正好我家在杭州，寻思着他对我这些日子态度有了些改善，我自然想得寸进尺，快点将他拿下。于是便跟他说要蹭顺风车回家，让他给我留个位置。他竟然也答应了。正好心情的收拾行李，舍友钱柔回来了，没想到住在外面大半个月的他会突然回来。我愣了一下，他看见我收拾东西，微微侧开身子绕进去。你是回家吗？算吧。我将东西塞进去，拉起拉链，随口敷衍。我和他关系真不算好。拎起行李箱就往校门口赶，远远的就看见许泽渊手抄在口袋里，戴着个鸭舌帽，低着头玩手机，在阳光下白得发光，看起来秀气不已。许泽渊像是有感觉似的，抬头看了过来，接过我的行李箱塞进大巴下面，抬了抬下巴，上去。你先。我抓了抓他的衣服下摆，追人的时候忘了不好意思，现在叫我一个住院的人蹭妓院的车，我真的知道害羞了。许泽渊低头看了一眼被我抓皱的衣服，又扫了一眼我的脸，唇角勾起一个弧度，看得人极其脸热。你还知道害羞？既有嘲讽又有调侃，反正听起来不太舒服。真是狗东西啊，得让我挨多少气才行。我正准备松手往车上走，许泽渊就抓住我的手腕，把我一并带撩上去，嘴硬心软，心情一下子又好了起来。如果忽视一车人暧昧又惊愕的目光的话，许泽渊拿包站的位置在贺州身后。我余光瞟到贺州结冰的脸时，突然觉得许泽渊好像也不是那么单纯，有点想笑。最后醒来的时候，发现自己靠在许泽渊肩膀上，鸭舌帽的帽檐在他脸上打下一层阴影。他眼睛闭着，看起来少了些惯有的攻击性，多了分温柔。不准看了。许泽渊眼睛都没睁开，就动了动嘴皮子，声音还有些哑，透着些欲。我的视线瞟到他泛红的耳尖，一下子坐直起来，把脸转了过去。这一趟真没白来。跟着许泽渊去了他们入住的酒店，他嘴角都抑制不住的翘了起来。不回家。我软着声音撒娇，其实是调戏。我来干嘛？你还不知道吗？我家又不在这个区，真回家你就看不到我了。许泽渊轻笑一声，我稀罕，说他是狗吧，一点也没错。我气上心头的时候，贺州正好拉着箱子懒洋洋的走过。学姐之前说请我吃饭，正好到了杭州，学姐不如尽地主之谊，这就是瞌睡了有人送枕头吗？不准去。许泽渊的声音有点咬牙切齿，像挤出来似的，显然是怒火中烧了。我偏头看他，跟他漆黑的眸子相撞，他下巴微微抬着，傲慢又放纵，总得倾泻了人情，还能不还吗？我跟你去。你是我的谁啊？你怎么跟我去请客？我只是稍稍试探了一下。许泽渊眯着眼睛睨了我一眼，嗤笑一声，大步离开。妈的，根本激不得。我回过神来看了一眼贺州，他表情淡淡的，眉眼间染了一丝说不出的笑意，显然是猜到了。突然间觉得他比我还了解许泽渊。进了电梯，关了门，贺州才开口，非要追他。我捏了捏行李箱的拉杆，是，那个，对不起啊，有点不好意思，好歹他以前在我这儿也是有过备注的人。叮的一声，电梯门开，道什么歉？学姐不是也拒绝不了我吗？贺州侧过头来看我，好像要将我看穿。拒绝不了别人的好是一种病，得治。我抿了抿唇，低下头。那我就算因为你的好和你在一起，我也会拒绝不了别人啊，降得住就行。贺州掌眉一挑，不予置否。我看着他离去的背影，还在回味这句话。他想，我有没有搞错？许泽渊那个狗脾气，
当初不都是忍得青筋，跳跳的跟我服软，还是他觉得他茶道很好？好像是挺好的，值得学习。刚放好行李，准备出门请贺州吃饭，电话就响了。看见来电显示，竟然是我妈，之后有些诧异，接了起来，就听见她很冷漠的声音：“我在你酒店对面的茶楼里，来204。”妈，你怎么知道我回来的？虽然她异于平常的冷漠让我有点难过，可我还是更好奇她是怎么知道的。谁成想，那头却像憋不住似的嘲讽起来：“我还知道你在学校干的好事，现在立刻过来，表白墙。”我捏着手机的手紧了紧，脸色发白。我走出门去，有些慌神，却撞到了倚在门口的许泽渊。他大概看出了我的异常，一手捏住我的肩膀，皱眉问道：“怎么了？帮我跟贺州说一下，今天我有事，不请他吃饭了。”我垂下眼睫，避开了他灼热的视线，微微避开身子就往前走。大概是狗脾气下去了，还知道不能让我单独跟贺州吃饭，又跑过来了。进了茶楼204，我妈脸色极差的坐在里面，看见我把门关上就站了起来，一巴掌就甩了过来，很疼，但是却是意料之中。我给你的钱不够多吗？竟然让你在学校干出这种勾三搭四的事情。表白墙也不全是真的。意识到他误会了我什么之后，我不可置信的抬头看他。你以为我干了什么？大概是我目光太刺人。我妈收了一下脾气，我自己养的女儿我清楚。心缓缓放了一些下来，剧烈的情绪最后终于化为了委屈，眼泪憋不住的往下掉，并不想哭，却克制不住。你哭什么？还觉得委屈？你除了给我钱，不可理喻的要求我学习，你还管过我吗？物极必反，我这样，你没有责。我嘲讽的话还没有说完，一个巴掌又扇了过来，脸火辣辣的疼。江瑶，你最好给我反省反省，我生你养你，你自己不自尊自爱，还要怪到我头上。手忍不住掐紧。他说的也不错，我能怪谁？怪我自己太可怜，太不要脸罢了。我垂着脑袋不停地掉眼泪，却没哭出声。周围那么寂静，只留下他冰冷的声音：不要在国内丢人现眼，之前就不该听你的，让你在国内读书，抓紧申请国外的研究生，给我滚出去学习，我会把相关文件叫人丢给你。说完他就踩着高跟鞋走出去，看都不想看我一眼，好像我是垃圾。我不明白为什么会有母亲这样对自己的孩子，一点都不愿意爱我。我支撑不住跪坐在地，抱着膝盖发呆，眼泪止不住似的掉。其实我不想哭，也不难过，就是心里空空的，仅此而已。门突然被拉开，心一下子就提了起来。我立马抬头看过去，却发现来的人是许泽渊。我一下子又丧了起来，靠着墙壁瘫了回去。他却走了过来，半蹲在我面前，伸手用拇指指腹轻轻地擦拭我不断掉下来的眼泪，声音温柔到不像他：别哭了。我看着面前这个眉眼低垂的人，这个温柔而收敛锋芒的人，心里不由得更委屈。你听到了吗？许泽渊怔了一下，似乎有些为难，最后却还是选择说了实话。听见了。我还没反应，他又继续道：不怪你。这3个字明明不如何，却一下子戳中了我，叫我这么多年得不到父母关爱的委屈尽数释放出来。终于没再忍住，哭出了声音。许泽渊的手是温热的，他半揽着我，没有发出一点声音，就这么由着我哭，直到我哭得没力气了，才把我从地上拖起来。情绪宣泄完，意识到面前这个站的是自己喜欢的人，我才后知后觉的害羞起来。是不是很丑？许泽渊眼睛一弯，掐了一下我的脸。不丑。瑶瑶怎么可能丑？被许泽渊牵着在外面吹风，我偏过头看他，你是不是可怜我？都牵手了，我再不问就迟了。难过是一时的，反正从小到大都缺爱，但得不到许泽渊可是一辈子的事情。许泽渊听到这话，果然又恢复了惯常那副傲慢不屑的样子，长眉一挑，逆着眼睛看我。我是那种人，那你怎么就突然原谅我了？不然呢？等着贺州撬我墙角。许泽渊步子停了下来，靠在栏杆上，一把将我拉进怀里，眼神说不出的危险，好像提到贺州这2个字，他都会发火。我撑着他的肩膀看他：你不生气了？气，在一起也不影响你继续夹着尾巴做人。许泽渊唇角一勾，掐着我的耳垂笑，正好给我少做点，省得我忍得头疼。而且我不会让我的瑶瑶缺爱的。沉默了很久，许泽渊可以说是温柔地向我承诺。心理学家说，判断一个人是不是真的爱你，要看他会不会为你付出稀缺资源。有钱人的时间，穷人的金钱。狗脾气的许泽渊的忍耐，这就算复合了。不然呢？是要做点什么吗？许泽渊轻笑一声，凑了过来，说的话很低，又很暧昧，晚风都吹不走我脸上的热度。还问我，这人吻过来的时候公尺掠地，我连推都推不开，还问我要做点什么。我喘着气瞪他，
却被他伸手挡住了眼睛，不准这么看我。本来下意识要问为什么，可他声音听起来又哑又郁，我一下子就意识到了不对劲，立马闭上了嘴。明天和我一起请贺州吃饭吧。我是你的谁呀？和你一起请。许泽渊阴阳怪气，还记得我之前激他的话，立马给我还了过来。我掐着他的手心挠了挠，男朋友。这人瞬间歇了声，我瞟到他的耳尖是红的。待在酒店等他们出去比赛回来的时候，我妈把文件发了过来，还顺带发了一句话：你现在留在杭州是想干什么？言外之意是想让我滚回学校。明明知道他素来强势又冷漠，心里还是忍不住的酸。压下思绪看文件，说是让我看，却连学校都选好了，就等着我努力申请呢。一种被摆布被安排的无力感油然而生。学不会反抗，是因为没想这么做的时候，又觉得自己已经得到太多，实在是在父母面前应该乖乖听话。况且难得的反驳定会被更加严厉的痛斥回去，不如听从。许泽渊比赛结束回来，就看见我软塌塌的趴在床上，坐在一边单手撑着关心我。怎么了？我妈把学校都给我挑好了，我可以陪你。许泽渊修长的手穿过了我的头发，陪伴，这么温柔缱绻的词就被他这样说出来，随意却又真实。我支着脑袋摇了摇头，出国也就2年，我本来就比你大一届，你去不去都得异国1年，在国外不准养鱼。许泽渊想到什么似的，掐着我的脸直勾勾的看过来。我抓了抓床单，非要做。那你以前也不管我，以前不知道你是这种人。许泽渊下意识回答，然后却在反映出我说了什么，脸色黑了下来。怎么，你还真要养？我不，还没来得及说，这人就吻了过来。后来干柴烈火，一切都很美好，除了我叫嚣的说了一句，贺州说他降得住我，说到底还是你不行。然后就被许泽渊身体力行的证明了，他不仅降得住我，还很行。不行的是我。我看着镜子里浑身上下透露出一股慵懒气质的自己，对于许泽渊非要今晚请贺州吃饭这件事不由得摇了摇头。谁说狗脾气的人没心眼呢？他只是比起耍心眼，先一步会耍脾气罢了。许泽渊牵着我下楼，在酒店大堂看见坐在那里的贺州时，下意识地捏紧我的手。我顺着他的视线看过去，贺州双腿交叠，酒店昏黄的光打在他身上，的确美得蛊惑人心，叫人拒绝不了。似乎感受到我们来了，贺州抬头，视线落在了许泽渊牵着我的手上，面色机不可见地凝固了一下，随后恢复正常，站了起来。大概是因为吃饭的时候贺州什么也没做，许泽渊才能勉强跟他一道把这顿饭给吃完。直到我付完钱，贺州伸手拍了拍我的肩膀，学姐，能单独聊聊吗？我回头看了一眼皱眉不爽的许泽渊，轻笑一声，好。同贺州一起站在路灯下，许泽渊靠在不远处盯着我们看，实在是显得有些静谧和诡异。在一起了。贺州低头看我，率先打破沉默，声音温柔如雪，但是有轻微的嘲弄，有一种说不出的羞愧感蔓延。我伸手掐了掐皮包，他接受我了。贺州没说话，我抬头看他的眼睛，发现里面流露出很少见的情绪。我其实不算了解他，因为他真的不是一个情绪外露的人，什么心思都憋着。如今这种仿佛受伤的情绪，我从来没见过，心里不由得一酸。你很好，但是感情这种事挺不讲道理的。况且许泽渊脾气差，嫉妒心强，但是还是会让我和你聊天，甚至不出言阻止。他的这种忍耐比你的温柔更让我有安全感。贺州听了轻轻一笑，弯腰勾了勾我被晚风吹乱的头发，然后站直，手抄进口袋里离开。那声无奈的似乎还在原地回荡。你看什么看？许泽渊已经过来，一手揽住我的肩，一手重新顺刚刚被贺州整理的头发。哎呀，181兰博基尼总要可惜一下吗？许泽渊狗脾气一下子就上来了，冷笑一声，仗着这里人少，按着我就亲。不对，应该是咬。最后喘着气靠着我，还可惜吗？我话都说不出来了，只能摇头。回去继续看文件的时候，我终于想起来一件被我忘到脑后的事，屈起腿踩在椅子上，抱着膝盖看在一边打游戏的许泽渊。我妈怎么可能会知道表白墙的事？而且表白墙上的聊天记录什么，一般人根本弄不到吧？许泽渊听到我说这话，抬起头来看我，手机扔到一边，走过来掐着我的脸，挑着眉，现在才知道问，你查了？你舍友还挺精明的，跑去学校隔壁的网吧开的机子，我查到 IP 是那儿的，跟老板买了监控，还黑了他账号。许泽渊长眸微微弯起，一脸得意。哦，那你为什么不帮出气我呀？许泽渊听到我说这话，表情微微一愣。你要我帮你？我看他这样，
忍不住搂着他脖子亲了一下他的脸侧。不要，其实他真的足够了解我。许泽渊一把将我捞起来，按在了床上，炽热的吻落在我的颈侧，低哑的声音钻进我的耳窝。况且，你是我的谁呀？你可是绿了我的前女友，谁帮你出气？我环着他的脖子有点没底气，没绿你，就一点点绿，在可接受范围之内。这句狡辩实在是火上浇油。许泽渊只是冷笑了一声，就没给过我说话的机会。回到学校，钱柔果真不在宿舍，我只能找赵玉要了钱柔租的房子的地址，然后摸了过去，按门铃。他看见我十分诧异，我进门之后二话没说，就把手机打开，将许泽渊给我的证据都放在我眼前。你这算侵犯他人隐私，还污蔑、伤害我的名誉。我要是告你，你猜猜会怎么样？钱柔听了一下子就怕了，小人一般都怂，眼泪啪嗒啪嗒的掉，看得人心烦不已。你别哭了，我又不会心疼你。事情过去那么久，我也懒得为难你，还请你登上你的账号，去表白墙澄清一下。我皱着眉轻轻推了他一下，制止他无声的哭泣。钱柔似乎没想到我那么好说话，愣了一下之后连连点头。一个人看一个人不顺眼，也不需要什么理由。我实在懒得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对我。正打算走的时候，钱柔像是良心发现似的，或者说坑了同盟一把。表白墙的东西不是我发给你妈妈的，是江源。我关上门出去，回忆了一会儿才想起来，江源就是许泽渊的烂桃花。真是殃及池鱼，顺手发消息告诉了许泽渊。天真，坑了我就能在许泽渊这里上位吗？太天真了。许泽渊分明就是除了我谁也不爱。收到他那条知道了的消息之后，我整个人都放松了下来。许泽渊脾气这么臭，还不知道怎么羞辱江源呢，活该。反正我不是也被许泽渊凶过吗？让他享受享受。我懒洋洋地往学校里面走，却正好迎面撞上了出来玩的周乙。他看见我眼睛一亮，姐姐和我一起出去吗？附近新开了一家酒吧，去玩玩呗。到嘴边的拒绝又咽了下去，反正也没事，我就答应了。有周乙在的地方，女孩子就是多。我下意识地环顾了一下，周乙却微微凑近，都没有姐姐好看。虽然他说的是实话，但女孩子被夸，总是忍不住想笑。大概是失而复得，知道要珍惜。被要求大冒险和周乙一起吃掉根巧克力棒的时候，我拒绝了。喝了3杯酒，缩在了沙发里。周乙也靠了过来，声音有些奶又有点软。姐姐为什么要拒绝？好伤我的心。我用手背靠了靠脸颊，笑道：有男朋友，他会生气的。周乙满脸错愕，最后化为一丝丝遗憾。姐姐竟然又有男朋友了？谁这么厉害啊？我还没说话，一道阴影就笼罩在我头上。我抬头一看，许泽渊就站在我身后，脸色非常差。出来，意识到周乙和我缩在一起说话靠得有点近之后，我心虚了，拎着包跟众人打招呼就往外走，伸手去牵许泽渊的手，他也不回应我，就由着我牵。我心里一下子就委屈起来。你干嘛？我什么都没干。许泽渊将手抽出来，掐了掐我的下巴。要是干了，你还能在这儿站着？那去哪儿？我只是问问。许泽渊薄唇一勾，半带讽刺，眼神瞟到了对面的酒店。我立马泄了声音。这人握着我的手往回走，脾气大概下去一点了。我在学校里收拾江源，你在外面跟周乙玩，听起来是蛮过分的哦。下次不了。我摇着他的手撒娇。许泽渊好心情地翘了翘嘴角，也不是不让你玩，但是不玩更好。其实和许泽渊在一起就很开心了。